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。海贼王的动漫已经接过了大妈篇，到达了凯多篇，也就是和之国。尽管距离大妈篇已经有好几个月了，但是所有粉丝都对大妈篇中的一个人念念不忘，他就是卡塔库利，一个散发着魅力的男人。也正因为他的杰出表现，才会有粉丝们的心心相念。这种感觉就好像索隆半年没出现，而一直被粉丝们召唤一样。卡尔虽说没有达到索隆那种程度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完美男人的魅力非凡。卡塔库利是大妈的次子，也是三将星之一。他浑身蕴含着无比庞大的力量，被称之为大妈之下的第一人。这种称谓相当之强，就类似于白胡子海贼团中的第一队队长马尔科。虽说和大将有一定差距，但却是可以抵挡大将的存在。当初马尔科和黄猿就有过几次交手，胜负未分，而卡尔也是这样的存在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家伙的可怕。他的首次出场便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三将星之首不可谓不强。当然，后来将星被轻视了，原因就是路飞将同为将星的克利迦打败了，所以大家就降低了对将星的期待，而卡塔库利就是这样被拉低了水平。当然，卡塔库利身为三将星之首，他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，其他的暂且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他所拥有的见闻色可是极为霸道的，那等超然的能量让所有人为之震颤。他将见闻色开发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，已经达到了可以短暂预知未来的层次了。当他这种能力被揭晓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轰动了，顿时对他的期待要超过大妈。不过在后续的剧情之中，卡塔库利的这个能力却一直失效。卡塔库利可以短暂预知到未来，这个没有什么错误，但他预知未来以后却没有办法阻止，这就太让人意外了。他预知到布林暗杀山治失败，也预知到神父暗杀山治失败，但他却不能改变什么，甚至自己出手之后，山治依旧可以躲避自己的攻击，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卡尔的能力也太鸡肋了。不过好戏却又开始上场，卡塔库利真正的力量即将展现，那就是当路飞和卡塔库利一起进入镜子世界决战的时候。这一场战役被誉为路飞最艰难的一战，也是让路飞最淋漓尽致的战斗。虽说路飞被一直暴虐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这场战役之中，路飞收获到最珍贵的财富，这种收获仅次于他们把香吉士救了出去。卡塔库利在和路飞战斗的时候，展现出了将星真正的能力，随便一道攻击都能够让路飞倾尽全力。路飞的二档、三档根本没有办法伤到卡塔库利，唯有四档才能够与之对抗。当然，就算路飞倾尽全力了，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比肩卡塔库利，他一直被压着打。卡塔库利的恶魔果实能力并不算太强大，但是他的能力却是恐怖之极。这就是世间没有不好的恶魔果实，只有不会开发恶魔果实的人。卡塔库利的恶魔果实就是超人系的诺诺果实，属于超人系，属性和路飞的橡胶果实差不多，都能够随意改变形状、改变体质等。随着卡塔库利对果实的开发，他的诺诺果实已经觉醒了。诺诺果实从一开始只能依靠自身发出攻击，但是开发后的诺诺果实所蕴含的力量相当恐怖。卡塔库利可以将周围的建筑物变成柔软的状态，也就是年糕状态，运用周身的环境对敌人进行压倒性的攻击，随时调动整片空间的物体。路飞在卡塔库利的能力压迫之下，一直被打吐血，这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很难出现的。当然，路飞身为主角，不可能会被打死，所以卡塔库利和路飞的战斗就显得很戏剧性。本来卡塔库利一拳就能够将路飞打趴下的剧情，一直演变成路飞也觉醒了短暂预知未来的见闻色霸气，达到了相互抗衡的层次。这个桥段似曾相识，当初路飞在和 CP9 战斗的时候，便从他们的体质中领悟出了二档，剧情也因为路飞的领悟发生了改变。当卡塔库利和路飞的战斗达到白热化阶段时，那种程度已经不是战力能够改变的，而是体力和毅力的比拼。但是比拼毅力，谁能超过路飞这只不死小强呢？卡塔库利竟然发现了妹妹弗兰佩偷袭了路飞，这也直接造成了路飞被打成重伤。得知这个信息之后，卡塔库利愤怒了，他需要的是真正的对手，真正的战斗，真正的胜利，而不是依靠这种手段取胜。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，所以他举起了手中的三叉戟，刺过自己的身体，以伤换伤，换来和路飞公平战斗的机会。也是因为这一茬，卡塔库利的人气暴涨，他这种英雄惜英雄的行为俘获了读者们的心。最后的大决战以卡塔库利的认输而告终，但实际上卡塔库利真的输了吗？我个人觉得并没有。
尽管路飞在这场战役中表现非常好，实力也惊艳了所有观众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卡塔库利的能力应该暂时还在路飞之上的。卡塔库利的人气在三叉戟穿过身体的时候涨到了顶峰，而让他人气爆棚的另一个原因，这和他的成长有关系。这个男孩光鲜亮丽的背后，隐藏着的竟然是一个让人感动而又心酸的故事。卡塔库利出生之后就发现了身体上的缺陷，但他却不在意，毕竟他的实力不在乎任何人的嘲笑，谁敢在他面前对他嘲讽，他便打回去。这种霸气也是让他成为三将星之首的原因。不过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他的实力让所有人畏惧，而那些被他欺负的人想要报复他，但碍于他的实力没有办法，只好对他的妹妹下手。原本布雷小时候容颜还是不错的，拥有十分可爱的脸庞，和如今狰狞完全格格不入。而小时候因为卡塔库利的关系，直接导致布雷毁容了，脸庞一道如蜈蚣一般的伤疤，彻底的将他变成了老巫婆的模样。这件事让卡塔库利彻底愤怒了，他对布雷既愧疚又心疼。以后的卡塔库利从此戴上了围巾，不再畏惧，为了守护家人，不再暴露自身缺陷。虽说卡塔库利和路飞站在对立面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卡塔库利是一个真男人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路飞出海的时候遇到了卡塔库利的话，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成为伙伴，甚至卡塔库利在最后也许会被路飞挖走。毕竟在这部作品之中，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契合的脾气。对于卡塔库利的评价，如果不是因为立场的不同，他将会成为第二个甚平。因为从他最后和妹妹布雷的对话之中可以看出，卡塔库利本来是不苟言笑的，不过在他得知路飞逃走之后，露出了会心的笑意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卡塔库利乃是真性情的男人。虽然和他所在的家族格格不入，但这就是为何粉丝们会那么喜欢卡塔库利的原因。最后我要说一句，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个角色的，因为他有很萌的妹控属性啊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